嘿，欢迎各位收听超认真无限公司，我是 Lucy， 我是制作人 Gloria。我们今天有2位特别来宾，没错，这个算是大家敲碗非常非常久。但是有一位其实还没有出现在，因为我之前就是想说，我的 IG 上面可以放一些就是这个我周遭的单身女子们哦，热烈，对，我就放了那个其中一位就是我隔壁我的大学同学君如，欢迎君如，有没有跟大家打声招呼呢？跟大家打声招呼呢？大家好，结束OK， 没有问题，欢迎君等一下这样如。真的是那个我们这现在一开始都比较害羞啦。对，当然，我们需要时间化学反应一下，酝酿一下，对。那你介绍一下你旁边的。好的，我要介绍一下我旁边，就是我出社会后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的名字叫 Amber， 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Amber。你一直以来都叫 Amber 吗？对啊，一直以来都叫 Amber。因为大家现在江湖上自从 Josh 的那个台南 Josh 事件之后，对于 Amber 都觉得这个名字Amber 很可怕，是不是？对，有我之后有没有感受到？你有感受到吗？有，他说 Amber 怎么越来越多人叫 Amber， 然后每一个都很可怕。那你有想说要改名吗？没有啊，因为就大家习惯就这样啊。因为我如果突然改名叫另外一个名字，这样我周围的人也要改，这样不觉得很麻烦？哦，那你有觉得 Amber 很可怕吗？不会啊，主要还是看人吧，不是名字啊。yes， 他是温柔的 Amber， 我可以挂保证。OK， 好，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主题会围绕在这个母胎单身这件事情上。哦，母胎单身 ，OK， 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算是把那个频道这个除了工业之外，我们毕竟都是男生在听，所以我想说，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就是周遭的优质单身好女生。然后来让大家这个认识与了解一下，并探索一下他们的心境，这样子。对 ，OK， 好。那这个露西，毕竟这个您也是其中一个代表，我是一个单身代表，对。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开始呢？好，其实怎么讲，应该讲母胎单身，我不知道这个在社会上到底是好意还是贬义，就是我感觉听起来。社会给我们的反应就是这种母胎单身这4个字，感觉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意思。那想问一下2位，就是对于母胎单身这个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或是旁人就是外人有没有？你们被讲过说你们母胎单身吗？是有，但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你都不恋爱？是周围没有适合的吗？还是你太挑？我觉得讲太挑就是那人就是不会讲话。是真的很不会。那通常你会怎么回答？笑笑的就说没有，还没遇到啦。没错。说那就已读乱回嘛，就是没关系。那我等下去绿园道随便找一个。然后他们就很紧张，就是乱回，就是有需要还是没有问题，但只是可能还没遇到这样子。对啊。可是听说是不是你爸其实蛮担心这件事的？没有，他没有担心，他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哦，真的吗？那就不得不说，我上次遇到 Amber 爸爸的一件好有趣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碰到 Amber 爸爸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商业人嘛，大家都互换个名片，然后我就看到 Amber 爸爸的那个名片上面就写说，我记得是写什么女儿有女适婚，对，有女适婚年龄之类的，就是希望可以借由换名片的每个过程，帮他女儿找到另外一半这样。所以你是有姐妹吗？还就是姐妹？那时候姐姐还是单身的，然后她是背着我们姐妹俩请员工帮忙做这件事，她还问其中一个员工说，可不可以 QR code 扫出来是他们姐妹的照片？她说可以啊，没问题啊，你不能跟2个妹妹她们讲哦。她说好。所以上面还有 QR code 可以扫出你们的照片？当然有，而且还是我们拍沙龙照那一种照片。真的假的？哇塞！爸爸的名片上吗？对，没错，就真的上面有女适婚。所以就是一个话题，然后一看到就会觉得问爸爸说，那你女儿我可以扫扫看吗？所以你爸心情是什么？他觉得很好玩，他纯粹是好玩，他不是担心的心情。没有，不是，他纯粹好玩。对。可是后来这个名片之后就下架了，因为被妈妈说你这样子会害到2个女儿。真的，所以后来不发了。对，后来就是他改版了，但没有2个女儿的照片了。还是有女适婚吗？没有啦，没有，就都没有了。现在变已婚，他自己已婚。他爸爸很有趣，就他自己写已婚，某某某王爸爸已婚这样子。他爸是一个有趣的爸爸这样子。但我觉得有这种开明的父母还不错啦。对啊，可是他那个要求名片有曾经帮助过你真的遇到一些男生吗？没有。一个无效的名片，因为大家就会有点害怕说啊，这是那个因为大家都叫他干爹，所以说这是干爹的女儿，那还是不要好了。会怕？对，会怕。爸爸太有钱？不是啦，太有钱会怕。爸爸太外向会害怕。对，这个的确是。还是你的这个单身原因其实跟你爸有点关系。我觉得发名片有拿到名片的那群。
这个有点关系。都变成不敢了。对，对变成反而不敢这样。哇，这个手段算相当的极端哎。对啊，他在长我桃花。所以他的单身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爸爸占了可能是10%之类的。那你爸有用过什么手段来推销过你？对耶。就是会说想要介绍朋友的小孩，对，但是因为我本人蛮排斥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都会说我不用，所以也从来没有硬去某个局，或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爸就是塞了一个局，你去到现场才发现不会，我爸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跟他生气。你爸算怕你啦？就是他之前有传那种，因为他都用传赖的，然后就可能稍微介绍一下说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资料是什么，然后我看了以后，我就会问他说，那他现在只有讲到 A， 那他有没有其他的 B、C、D？ 就是我会反问他，就是说你什么意思啊？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给的资料只有很片段，或者是比如说讲说家里是开工厂的，或者是家里是传产，就这样，然后我就会追问，就说那传产。他们家现在是谁在掌权？这太低了吧！我知道这个，不是，那你要自己跟他聊啊。不是我问这个，我一部未来的人想要劝退我爸。对，因为我的结论就是我问完后，我的结论就会跟我爸说：“爸，你看你都没有去详细的了解人家的状况是什么，你就要介绍给你女儿，这样可以吗？影响一辈子呢。对、这只是一个推脱之词，推脱之词。对。可是你没有想过说，你爸可能只是在给你一些就是 hint。”然后他这样说，那你就是下一步就是你要约他出来，然后更进一步了解，还是你排斥所有的爸爸介绍对象？我会觉得这种很明着来就是要以谈恋爱为目的的这种交换，我就是会觉得压力有点大，而且我觉得父母介绍对象，我会有点担心是说，就父母都认识，那我们之后的发展一举一动或发展。是不是都会在父母的掌控之下？也不是掌控之下，就是他们会更加关心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压力有点大，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毛。那你有跟你爸说，就是基本上你介绍的一律都不行吗？我没有讲到这么绝，但是就是但你内心设定是这样，我内心设定是这样，爸爸应该要放弃了。但我爸目前是处于放弃的状态，没有错。OK，对，就目前没有再做过这样的事情。但因为我现在回想得起来，他最后一次介绍给我的，就是让上次被我这样问完的那个，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是不是那一次之后，他有觉得说，好像觉得要帮你做更严格的把关，也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放弃了这件事情。暂时放弃。因为其实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他是我大学同学，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就是大家会聊以前交男朋友事情啊什么的。然后你是不是说，其实是以前你爸妈不准你交男朋友这样子？就是以前的时候就会说啊，你就现在还很小，你大学再说。然后真的到大学后，某一天我爸真的有跟我说，我忘记是大一还大二，他就是真的跟我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去交男朋友了。有一个，但我就想说。怎么怎样？突然就突然这是个开关，是不是？就是我要开启你开关喽，那你就会交一堆男朋友来。对，就殊不知我还是没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也还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一直到现在这样。因为你以前是念台中女中，然后社工系又是我们班基本上不是 gay，就是有另外一半的男生，就跟我们男生又很少，就跟你们科系英文科系有点像，对，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可能性机会跟男生互动的机会，所以就会导致他不太知道要怎么跟男生互动。我自己推测是这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有就是 OK， 而且因为加上我这个人比较稍微社恐一点点，就是对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人，我会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就会变得很客套或者是很生硬，就像现在这样。生硬吗？也还好，不会啊，我觉得还行，但是会紧张，对不对？会紧张。你说对男生会更严重？我觉得我对男生会更严重，是你会可能就吓到不敢讲话这样，也没有到那种程度，就真的就是不适应。就平时真的也像你说的，从小到大可能跟男生相处的机会相较之下是比较少的，也不会特别想要去跟他们有太多的互动。而且还被爸爸阻挡，这样就错过那个黄金时期。他们是以前是耳提面命说不准交哦，你现在就是不准交。其实也还好，可是因为以前高中就是女校啊，我是要去哪里交？对啦，这高中是有什么联谊吗？四省中联谊社团之类的，会有。我高中只有参加过一次我们班办的，可是那时候那一次就是因为我们班那时候有个非常漂亮的女生，连女生都觉得她是女神的那种女生。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去我也只是答应我们班带，有点类似就是捧班带一个场啦，然后那个美女也有去，然后就是我就想说
就是整场是他的局了，大家的焦点就是他的局。OK， 最后他有跟任何一个在那一天结识的人在一起吗？没有啊，他女神那时候有男朋友啊，什么女生有男朋友？就是也是捧场，对捧场，怎么有一个亮点存在，然后大家会想去这样。对，啊？那这样很他就困扰、是我们那一局的最大奖，但那个奖已经被抽走了，这样。这是什么烂尾牙、也很会形容哎，这尾牙很烂。我觉得君如蛮幽默的啊，就是很多男生，我觉得应该是要深入了解你，可是可能第一层就会那个你的紧张，对，会有点卡关这样子。当你面对到男生开始对你释出好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就我自己的观点，我很少感受到有男生对我释出好感。大学的时候，我只记得一个，就应该是我们讲的那个，就那个啊，什么情况？没有，就我们好朋友间的小故事的感觉，对他有好感，对他有好感，但是君如没发现，本人没发现。我后来有发现 ，OK， 是怎么样？他让你示好才发现的？对啊，他要做到怎样的程度，你才会发现他好像喜欢我？怎么办？是怎么办的心情吗？还是觉得他喜欢我，可是我就没有喜欢他，我直接拒绝他好了？就是那时候那一位是因为我们后来有办那个营队活动，然后因为我们都有参加营队，所以可能互动的机会变得比较多。然后我就有感觉到说，好像还蛮他会对我就是比较亲密、比较亲切这样。所以我后来有发现这件事，然后我也有求证一下，就是周遭的友人，大家也都觉得说他有对你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蛮不知所措，因为他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就我们是同一群朋友里面的人。OK， 日久生情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是所以我就会当下我就还蛮慌张的，因为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对他有那个方面的意思，然后我想说我们又是同一群的好朋友，我觉得这状况有点尴尬，很尴尬，对，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偏向有点假装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因为在营队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说，因为他人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他是个非常棒的人，对，所以后来营队过程中，我有一度有点动心，哎呀，心动的感觉，就是真的那跟你讲啊，不是你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吗？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我只是就结束了之后我才听说这件事情。对，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大一升大二的时候，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他出国了，所以他完全没有经历这一趴，他没有 follow 到这一趴。他回来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对，已经结束了。我只想有这件事对，只要动心的，然后呢，对，就那时候有动心，然后一度有想说要不要就是在一起，对。可是后来营队结束后，因为我是台中人嘛，我们那时候学校都在台北，营队结束后我就回家了，然后在回家那段时间，我就突然冷静下来了。哦不，我就想说，我那时候的动机是真的吗？还是说那时候只是就是可能一点当下的那个环境因素影响？然后我有想了很多，想说，万一我们最后真的我答应跟他在一起了，那万一我们最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那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这一群朋友怎么办？很尬，所以我最后就想说，就先这样。所以你是因为在意大家？对啊，很偏向理性派，他已经想到后续了。可是他其实是有跟你告白，让你决定要不要的吗？还是你自己想说，那你就自己调整一下这个距离？因为我相信他应该还是有跟你保持一些联络或什么，就他就是个有趣的人。对，就是后来我是因为那时候是另外一个朋友是跟我们一起办营队的，所以那时候我主要是先跟他讨论。然后后来我有跟这个朋友讲，因为那个朋友算是第一线吃瓜，他也知道我有动心，然后本来他们也很鼓，就觉得说大家都很快开始，结果殊不知我回台之后就跟他说，我觉得好像不行了。然后你有跟他本人说？我有跟我你跟你的朋友讲，OK， 对，然后他就人也蛮好的，他就帮忙传达，对，传达给对方，然后对方就有主动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就讲开了这件事情，对，我们就是讲开了。怎么讲开？你说线上讨论、线上会议，开了一个线上会议，开会，跟你的讯息啦，讯息这样。但是后来还是朋友吗？还是啊，就还是很好的朋友，还是同一群的朋友。OK， 只是一个冒出了一个小苗，但是就先把它切掉，就后续就还好了这样。他会不会听到这一集？我觉得是啦，哎呀，都过那么久，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刚有听到，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很优质的男生。OK， 没问题。那你会不会有点遗憾？就觉得说，就是当初这个你也曾经动心过，然后因为好像你觉得是为了别人，
然后自己断绝了自己这个情感，你后来有遗憾或后悔过吗？我觉得会耶，就是因为后来就是都一直没有交，但是那个可能是我目前人生中最接近的那一次，只差临门一脚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会想起来，会想说啊，如果当时有跟他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其实是不一样的状况？对。可是我又会觉得，可是我当下的那些担忧是真的，因为搞不好假设真的我们分手了，万一我可能就会想的比较严重一点，想说万一我们是很难看的分手怎么办？怎么可能搞到这个地步呢？啊、你这个男生很多很奇怪的想象，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到底跟他屁事哦？因为一开始一定是很好的状况，然后应该也不会想到说，如果我分手的话，会不会对大家造成困扰？就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随着时间现在就比较久了嘛，所以可以比较好的去看一下当下的状态。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后来我会觉得说，可是我当下有这些担心，我觉得是也某种程度也反映了我可能对他的那个感情是还有很多东西的，就不是说真的那么喜欢这个人当下啦。OK， 就因为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你其实可能不会想到那么多有的没的。那你现在期待的那个人出现，你会觉得他会是一种一见钟情中的那种白马王子型的那种出现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会是，你会觉得要跟这个人可以在一起很久，你才会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是可以跟他走到某一个地步，你才会想跟他在一起。你的设定是这样吗？对，我的设定求偶设定那个目标对象设定，对，我的想象，你的想象，我理想中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那一个人这样，一辈子一个这样，就差不多。OK， 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才会想要真的跟他在一起，这样就也没有说一定要走到最后，可是会想说至少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OK， 哇，这很难预估哎。对啊，我这个要怎么想？对，这里啊。OK， 我们就是要探索他们的心境，我们才会邀请他们来，然后我们理解了一下，那我们应该也要探索看另外一位。Amber， 你也是这样想吗？就想说，我在一起应该要很久，我才要踏出这个决定，这样。对爱情的想象跟向往，其实好像不用很久，但是我自己的想象是我希望就跟好朋友一样相处，跟好朋友一样。所以你喜欢就是从那个你知道兔子窝边草中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对象，兔子窝边草就是自己认识熟悉的朋友中去成为男女朋友这样。如果聊得来的话，应该可以。所以周遭现在是只有女生朋友，是不是？有男生朋友，但部分都已婚啊。对其实他有很多男生朋友啦。我觉得到我们这年纪，真的会那种就是交友圈大家都已婚，对，也没有什么好再拓展的。就部分已婚，不然就有小孩。可是这样子从一路过来，应该不会，因为是到现在才是都已婚嘛。过去你也是像他，可能曾经有过这种可能的机会，可是你自己在当下可能就让他没了。有可能的啦，高中的时候。所以你要追溯到高中哦。对。不好意思，等一下还是有，好，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差那个临门一脚的那个爱情是吗？好，算是有，可是。就是很明显的，他好像真的对我有意思，几乎快整班的人都知道。然后我就好像隐约有感受到。可是问题是，他要出国了，然后他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那我跟他在一起有什么？这样子就没有意义啊！我总不能追过去吧？因为我确定他就是去出国定居，他不会再回台湾了。哇，那这个真的有点困难。干嘛在一起？那还追台湾的女生，实在是这也是有点不厚道，我觉得。已知没有未来，但是还是追这样。所以当时你也是考量到未来的可能性。对啊，奇怪，我干嘛高中的时候就在想这些东西？对啊，高中还可以想到这边去。对，他们都是很理性派的，还是这其实是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点浪漫，有点感性，就会比较冲动的去做交男女朋友的决定，然后理性的人就会想太多，导致自己的裹足不前。陈露西，你也是这样吗？你觉得你理性太理性了？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偏理性我的确也是会，就是会有点想到未来的可能后面的好几个阶段。你说你可能从高中有人追你之后，就都会去想到这么远以后吗？高中倒是没有这样子。我觉得我之前是可能，我觉得我的生活跟比如说学业。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就好像它有一个平衡点存在。就我现在很平衡啊，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可如果我突然多了一个，就是可能爱情这个部分的人存在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平衡好像有点被打破。那我就会觉得我好像生活又需要再重新调整。我觉得我可能是有点没那么喜欢改变吗？算改变吗？也不能这么说，就我觉得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我就不会想的那么多。所以从以前你就会觉得加一个人进来，他是会打乱你平衡的
然后你要重新适应，你会觉得你会更在意这件事情。对，而且我觉得感觉是，如果我多一个人，应该是我们要一起就是越来越好，就是我可以感觉到我跟他在一起，我好像我生活各方面什么都越来越开心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我不想要就是加一个进来之后，好像生活好像也是跟平常一样啊，差不多。那我自己一个人好像也蛮不错。我觉得我之前可能会有这种心态，我现在有在慢慢调整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在想象中的预判会变成这样。对，我觉得是这个预判心理导致我们就是单身一族就是会有一点裹足不前的感觉。所以你现在也还是认为说，如果你现在交往一个对象的话，会完全造成你这个生态破坏、生态平衡的失衡吗？露西生态系的失衡。我觉得我现在稍微调整心态啦，我觉得我应该是我的那个生态系的那个生活支点，我觉得我应该要多找几个。就是我不要说只有可能2-3个工作啊、生活，然后爱情，然后其中一个坏掉我就完蛋了这样。我感觉可能要再多找一些生活支点，比如说我自己的个人兴趣啊、旅行或是什么写作都可以。反正就是感觉让这个生活支点多一点之后，就不会那么害怕突然有一个消失之后会影响整个整个心情这样。所以你有点是害怕失去，所以不敢开始。因为他可能会对你来说很重要。对，我也很害怕这件事情。或是你内心其实是很害怕失去一个你觉得重要的人，会不会是这样？我觉得有可能有这个心态，因为你没有随便的对待这些。对，不知道君如跟 Amber 会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是觉得，因为另一半感觉真的是可能是跟你生活最亲近的人，在未来，那如果这个人，如果你没办法很专注的对待他，或者是为他负责的话，我就觉得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我的生活。你点头点成这样子，我觉得君如心有戚戚焉哦。大概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跟你一样，可是我大概可以懂，就是因为现在像露西说的，我们现在自己其实已经过得还蛮好的，我每天的生活我自己都安排好了，我下班后要干嘛，就算我下班后没干嘛，我也是过得很好。那如果现在多了另外一个人进来，我没有办法把握我能够把我现在的精力再多分给他。好，那的确是，这是什么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应该说照顾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还要再多照顾一个人的话，那的确是别人可以照顾你啊。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很好。对，你没有办法。是啊，对，所以这有个重点，就是你们可能没有想说，没有那个心力要再去处理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真的很累，你还要安排活动，安排去哪里吃饭，安排下班之后旅游要去哪里走，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现在压力很大，就增添一个麻烦。因为我觉得现在到就是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以后，已经慢慢学会自己一个人独处，就是我自己要做什么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困难的过程啦。因为我以前其实不是一个很能自己独处的人，可是就是被迫嘛，就一定要自己处理嘛，所以到现在后你就会很习惯了。那你现在回过头要变成说，我要再多纳一个人来进来我的生活，等于我要重新调整我的生活习惯。因为像现在我想干嘛我就直接去干嘛，我想吃什么就直接去吃什么，我不用问另外一个人说我们要不要去吃这个，我们要不要去哪里。对，我觉得没办法理解，你说没办法理解。我会觉得说，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你就是很顺其自然的这样子，就是假设有2个人在一起的话，没有，你就只是想说你今天本来想要吃什么，然后你就是跟对方说，那你要不要一起吃这个？然后就去吃了，就是好像不会说，那我就要想说那2个人可以吃什么，好像也不会，因为正常就很像朋友之间互动，就是我有我想吃的，你有你想吃的，我们就讲出来看谁比较想，真的一定非得吃这不可嘛，或是就是选择上不会是一个要去烦恼说我要怎么安排。就像你跟你爸一起吃饭，你不会想说那我们要安排怎样怎样怎样。对，但是因为我跟我爸的话，就是我会问我爸说我今天想吃这个，然后爸你不想要的话，那我们就自己吃，我们各自吃各自的，我吃我的，你吃你。可是因为我很确定我爸不会对我生气，我爸不会介意这件事情，可是我要怎么确定另外一个人不会介意这件事情？哇，这是很 detail 对啊，这进入到一个 detail 的讨论，真的是一个 detail 的讨论。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想太多了？好像有一点制作人，好像有一点想太多了。因为我觉得你的性格是，你就是那种说我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然后对方跟你说我没有要吃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没差，我自己去。你是这种偏这种性格的人吧？因为其实说真的，吃这种东西也没有要那么坚持在干嘛。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吃火锅，可是我也不会坚持说我今天不吃火锅我真的会死，就是也不会这样。就是你是比较能够贯彻自己主见的人。对，我会去说服对方，我告诉你吃火锅今天天气很冷啊，你干嘛吃火锅？比较会想要就是
贯彻自己的立场跟贯彻自己你真的很想要的东西，你会想要去做到它。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会想说好，就是好吧，如果你真的没有想要这个的话，那不然我配合你去做这件事情好了。可是你心中会很委屈，是不是？对。那这样心中会很委屈，就是因为你要配合破坏这个关系。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有些东西我自己先退让没关系，为了达到这个平衡。跟对方相处，如果他是一个可以让你很自在的人，好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他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他其实都好，他没差。假设你跟一个对吃东西非常随便的人，然后反正你想要吃什么，他就说好啊。因为其实通常我觉得大部分男生都是以女生想吃什么为主，男生通常对于这种什么旅游景点啊、吃东西都不会有任何想法的，通常都是随便。对，所以就会是女生来做。所以假设对方是一个对这件事情很随便的人，你就会觉得不会这么困扰你吗？对，这个真的牵扯很广哎。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今天早上才看到的一个，就是那种网络上的那种小新闻这样子。就是有个日本女主播叫水浦麻美，然后她最近结婚了，是跟一个日本男星结婚。然后大家其实都看她就是一个很开朗、讲话很得体的女生，但是她就是一直都没有绯闻嘛。然后就后来她突然闪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个男生对你来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会吸引你？”她就说他是唯一一个不用让我就讲话要看脸色的人。他就说他从小就是对待所有人都需要看对方的脸色，然后包含他的工作什么的都需要他不想让别人失望，对，不想让他失望。可是对方这个男生却可以让他很自在的做他自己，所以他就决定就是这个人了，就是他以后要度过这一生。所以我刚刚在听君如这样分享的时候，我想说君如也许也是在期待像这样的一个男生的出现。但我觉得这好像确实都需要经过一些相处之后，会比较知道对方是不是这样。对，好像需要长时间呢。一开始就判断啊。对，的确是。因为假设自在，因为自在不代表随便，就代表我这个人没有想法、没有主见。因为不一定哦，不一定哦，说不定是很合。对，也有可能是很合的状态。哇，这真的是一道相当困难的难题。可是像现在一定会很多人问你们说，你们的择偶条件是什么？对耶，两位的择偶条件是什么？还是这个是一个超困难的问题？我最近真的有被问，然后我不知道那你怎么回答？我想一下。那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基准，就是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你们会真的去思考过这件事情吗？近几年有，因为近几年会一直被问。对啊，对，可能情绪稳定这个很重要吧。我发现这件事情绪稳定真的很重要，情绪稳定真的非常重要。光情绪稳定就会刷到很多人。可是要怎么判断？比如说，假设你跟一个男生，然后他开车，然后你坐他的车，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了。毕竟台湾的路况不是很好。不要有路怒症的男人。可是路怒症跟情绪稳定，可路怒症好像是一个有点特别状况，就是上路就是很容易那个暴走。可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开车啊，所以我们自己就知道，其实那个只是忍得住的。OK， 就你没有必要真的可能骂三字经啊。你说窗户拉下来然后骂三字经这样？OK。所以就算他开了一台很赞的车，然后他对你都很绅士，可是他看到路上可能就有一个人，一个外送员好了，突然超车到他前面，然后他就紧急刹车，他觉得说哎，这样对你很不好意思，他就骂了一声脏话，这样不行，这样也不行，不行。哇，你算很严格因为这很容易骂脏话。真的是，所以如果他自己关起窗户骂怎么办？就是他没有要骂给对方听，他就只是泄恨这样。他的心境是想说怎么可以让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朋友对他就生气这样，然后既然让他承受到这种突然前后这样子，对，但他没有要骂对方的话，可以吗？他觉得自己怎么会这样子？可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忍的吧，也不用忍啊，因为这个不用骂脏话所以为什么要骂？你很 peace 是不是？你开车都超 peace。他开车真的蛮 peace， 我有坐过他的车。台湾的路况就是这样，你也没办法，你就是在台湾开车，那你骂脏话也没有用啊。你可能因为骂脏话或者是你情绪的关系，导致你会一直遇到这些人，就是三宝之类的。那会不会你其实不骂脏话，然后就想说顺着过去，就比较少遇到？我是自己就是真的比较少遇到三宝。哇，那你这条真的可以剔除掉很多人。情绪平和的那种，对，他要超 peaceful 的人有啦，我觉得这看点蛮清楚，也蛮实在的。对啊。那你呢？这个择偶条件，我以前的时候有想过，我现在反而没什么在想现在就觉得想了有什么用呢？就是有时候遇到的可能也不一样啊。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多人问我，因为我觉得我好是好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有一群是现在都没有对象的人。
所以我就在其中，我就是想说啊，我不是那个标靶，对，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站在一起这样子，OK， 一起的，对。那你以前的择偶条件是什么？我以前择偶条件就是很现实的那些啊，什么？怎么说？身高年薪长相，但还是会加一些，就是像刚刚那个 Amber 说的一些情绪、人格的部分啦。会有什么人格特别吸引你？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格？现在网友们就很仔细的聆听。对，我觉得这很难欸，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不太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你喜欢那种开朗一点，还是跟你一样比较I一点？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蛮难取舍，因为像我很 MBTI 很 I， 我就是不用测大家说你一定就是 I 的这种，然后所以我其实平时都蛮多时间都是待在家里，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户外的活动，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说啊，如果我的对象是一个热于户外活动的人，那他会不会就是能够多带我出去？我也会想过，可是很累的时候，比如说我下班，我这个礼拜真的很累，完全不想出门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啊，万一这时候有人要约我出门，我就是一定会大暴怒。就是很看情况，可是你又有点期待说他会有点改变你生活的样子，对，不容易。追根究底就是个人，他要很尊重你的状态是什么，不能因为他自己觉得什么很好玩，就要一直要你配合他。也是啦，就很不容易。就是确实互动是一个蛮动态平衡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可是他能够弹性的配合你吗？还是什么？这就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能不能沟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他今天来问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和平的讨论出一个结果，或者是说我们能不能尊重彼此的决定？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假设一直都没有出现你觉得适合的人，那你会觉得你就一个人一辈子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蛮早之前就有在做这个就是做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因为我其实大概知道自己的为什么会一直单身，就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没有要拓展我的交友圈，我没有要多去认识人，这件事我自己有发现，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劝我说要使用一些交友软体啊，或是多怎样，但我就是3分钟热度，用不到1个礼拜我就不想再用了。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这样的状况，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就是有舍必有得，有得必有失。那我知道我是这样的状况，我也没有想要改变我现在这样这么平衡、这么舒服的生活方式的话，那我势必要面对的一个可能性的结果就是我可能要单身一辈子。但我觉得就是我为了不做出改变，那我就要承担这样的结果。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结果算是在我的心理准备之中。会要做什么准备？买个房子，或者是说本来因为我有想说自己买一个小套房，就我以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可以住在那里面。这种类似这种，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啊？你就自己预定养老院或什么之类的吗？养老院要去哪里？自己存你的钱，对，自己存自己的钱，然后自己规划自己退休生活，可能就会是一个人的一人计划这样子。未来，所以你们也都有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都没有？我们问 Amber。我目前还没有，因为就想说算了，没关系，就顺其自然，有就有，没有就也没关系。所以你不会想说要先提前规划，假设我真的一辈子都一个人，可能还是真的要有自己的房，这个很重要。就要有自己的钱，对，自己的钱，女孩子是要有自己的钱。我觉得制作人感觉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不是，因为我在想说这件事情会不会随着到某一个年纪，然后又会不太一样，还是其实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尽早打算？就是我是在想说，当你有这个想法，说我可能一辈子就一个人的时候，那会不会就更限制了你去想说再去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别人在一起？会吗？我觉得会啊。你就想说，反正我就注定一个人啊，怎样？我觉得也不是这么没有那么悲观，没有那么悲观，就是比较偏向是说没有关系，我现在就过好我自己的生活。那最后的结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那也是我能够接受、我能够面对的结果。哇！所以你没有想说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是没有扩展交友圈，这个我很确定啊。你也是这样？对啊，现在有尽量的在拓展交友圈，有尽量。你说就是可能用个交友软体之类，或者参加一些活动，就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课程之类的。有啊，我看他很努力啊，对，在身为旁边的朋友，真实的在努力。你现在是在一个努力的过程。对，虽然就是我也是身为 I 人，我只要去可能某个特定的很多人的场合，我就觉得很紧张，很
很害怕之类的，但是还是就想说没关系，就让自己试看看，就交朋友也可以，但不一定是男朋友，就交朋友也好。我就这样遇到你。哦，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才遇到。所以你是有在积极作为这件事？有在试着出去可能上课啊。可是在上课过程之中，你就会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座位，旁边是男生，想说好，那我就坐这。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明显，就交朋友，不是交男友，交朋友也可以。他以开放式的心态先交朋友这样子。所以那你会不会试什么那种交友软体之类的？交友软体，对耶 ，Amber 有试过吗？以前有试过，就只是觉得蛮好玩的。然后就开始开聊，然后结果就一直在聊干话，就变兄弟这样是吗？对，你说就没有约出去之类的？没有啊，没有约出去。可觉得如果是有聊得来对象，怎么没想说约出去？我也不知道我们双方就是好像有共识，就是好，那我们两个就是一直聊。那这位后来嘞？现在没有那个啊，没有出去啊，现在还也没有在聊？没有，现在没有。好，那这样你不会想说，就是那是时候别再聊了，我们应该出来约个见面？好像还好，因为他好像在桃园，然后我在台中，其实有点难，有点难，很远吧？很远吗？有很远，好不好？哈，不会，是一个高铁不到1个小时，35分钟吧。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是没有出去。但我觉得线上聊得来也很不容易耶。对啊，线上怎么不认识，然后可以一直聊？所以你会比较期待对方约你出去吗？看状况吧，还是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毕竟交友软体，现在交友软体的那个你可以约在公开的地方啊，约在咖啡厅、麦当劳之类的。对，吃个饭嘛。我没有想过这个我会在旁边埋伏这样子，然后对啊，就是我可能我们守护，默默守护你，身为朋友默默守护你。对，我可能真的会揪你们3个，让我在旁边看一下他。因为我会很害怕，他会害怕。见面确实是有点担心啦。对啊，可如果都聊得来了，就是没有约出去，也是蛮可惜的。没有我没有要跟他见面的意思。还是他照片很不好看？照片我有点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可是长相关系觉得聊得来就好。对，可是如果他照片长得很也不是很好的话，我应该也不会继续聊吧。那你就是有点兴趣啊，可是你又不想要朋友啊？还是你是喜欢走那种柏拉图式的恋爱？就是我们纯粹精神上是精神上契合，我们永远都不需要见面，就像笔友这样子，就是笔友的恋爱方式。我不清楚因为反正之后就是我们就双方也退出那个交友软体，然后也没有再聊，就想说好，那就我要删掉，我说我也是要删掉，那拜拜，就这样，拜拜。这不是要交换赖吗？没有，这真的很奇怪，这真的蛮神奇。那如果下次你有遇到这样子的机会或状况的话，你就约，然后我们就可以陪你去，这样默默守护在旁边，可以，你们的我请。怎么这么好？这样子很大气的一个朋友。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先这样子，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2位这个 Amber 与君如这个单身女子的心态是怎么样子。我们下一集再来聊聊，就是关于这种招桃花小妙招的事情，往玄学前进。对。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5星好评。然后我们也有 IG 可以欢迎追踪我们，然后我们也会把这2位照片放在我个人的这个公开的这个 IG 上面，欢迎大家来那个交友，认识新朋友。没错。好，这就这样啦，拜拜。谢谢大家，拜拜。各位听众朋友，在听完3位从小到大没有交过男朋友的单身女子的故事之后呢，身为爱情的骗集的发行者，在这边也要呼吁一下，响应政府防止爱情诈骗、交友诈骗。所以在最后呢，我们就特别录了这一段，要呼吁大家。好，没错，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会有各种的亲戚会问你说交男朋友了没？最近有没有对象？这个时候你就是把它话锋一转，带到小心交友诈骗。大家不要觉得就女生容易被骗，男生也非常容易被骗。就是关于爱情诈骗这个问题，台湾每天大概有2亿到3亿的钱是被骗走的。4亿啊！现在是4亿了，现在变4亿了，已经4亿了，朋友。而且拿到过年的钱就拿到特别多，你的年终奖金、你的压岁钱。然后所以其实交友诈骗有一些特征，我们要去避免。对，就是第一个是他如果很快就把你从交友软体之中跟你说不行，我们应该要交换一个 LINE。好，你说看完交友软体之后，看完照片就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正？你怎么会如此的漂亮？我们不要在这边聊了，我们私下聊。对，私下聊。对，然后接下来呢，跟你就是嘘寒问暖。所以在这个时候，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照照你的镜子，想想你长得是什么样子，然后想说干我可怜，干我可怜，干我可怜，干我可怜。难道你真的是帅气到让人家看到你的照片就瞬间爱上你？我必须跟你马上立刻
就地结婚。不可能，对，不可能啊。通常他们会呢，就是前面就是爱你爱到爆炸，然后一直避不跟你见面，然后或是跟你见面了之后，开始跟你说他家世有多坎坷，他有多需要钱，妈妈生病，爸爸欠赌债，妹妹需要学费，可不可以帮我助我一点点？所以尤其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啊，大家因为会回到各自的县市，回到各自的老家。那我知道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无聊你会刷个 Tinder， 还是你会去上一些交友网站，想说重新的开始。对，趁原本的男女朋友不在的时候想要干点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要特别小心这个爱情的骗局。敢有可能？敢有可能发生这种代志？敢有可能你跟这个查某人出去？敢有可能没代志？因为有的时候不只是线上的诈骗，还有线下的。对。然后你跟人家约出去来个仙人跳的。或者是你跟人家出去，因为还是会有传统做法跟新媒体做法嘛，投资诈骗、车手诈骗。那总而言之，在过年期间也祝大家有一个很愉快的新年。那也希望在新年的这个期间不要被骗了，也不要被骗钱了，也不要被欺骗爱情了。赚钱很辛苦啊。好，以上这段附加的桥段呢，就是响应政府打击诈骗犯罪。没错，人人有责，希望大家彼此呼吁，互相提醒。那我突然发现很适合放在这3个单身女子的这一集，他们很容易被骗的感觉。这3个看起来就非常的容易被骗，只要提到钱，绝对要提高警觉。对，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Podcast， 那都希望你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那祝你新年快乐咯！新年快乐，拜拜，拜拜。